权力是锈蚀人性的酸，金钱是迷惑众生的甜，欲望是攀登高峰的梯。权力、金钱、欲望，谁又不喜欢呢？白天我是市政府一个不起眼的小文员，而到了夜晚，我则是这座城市里令人闻风丧胆的暗夜屠夫，专门惩治那些逍遥于法律之外的人。我叫钱毅，是一个重生者。那么接下来将是我的出场。23岁那年，我被大学室友陷害，错过了进市政府的机会，只能蜗居在偏远乡镇做一个小角色，最后郁郁而终。好在老天垂怜，我重生到了面试之前。重活一世，我必将走上权力的巅峰。钱毅，你渴不渴？我买了瓶可乐，给你喝一口提提神。这位同学，你在干什么？领导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可恶，这小子今天怎么回事？之前自己每次买了可乐，他都要喝上几口，而且为了今天，我可是练习了无数遍，怎么会失败呢？哼，赶紧坐好了，别乱动！妈的，要不是知道你是江北大学校长的儿子，老子早就轰你出去了。谢谢志远，我今天胃不舒服，不想喝可乐。前世就是因为被你喷了一身的污渍，给考官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，加上你父亲的运作，导致最终落选。在利益面前，狗屁的兄弟情。哎，这是咋搞的？幸亏备了一件衬衣。3号考生进场。哎，是。钱毅，早上吃饭没？我这有个油条。老师，我能上个厕所吗？可以，快去快回。老师，我也要上厕所。钱毅，等等我。钱毅走进厕所，他非常用力地扭开水龙头，分寸掌握得很好。3月份自来水还是很凉，掬了一捧水拍打在脸上，整个人清醒了不少。确定不是做梦，真的是重生了。钱毅，我好紧张啊！听说考官好严，尤其是对学霸不留手。别紧张，反正你笔试才第4名，听说这次选调生只招1个。我操！钱毅，能不能将你的衣服借我穿一下？还真是厚颜无耻，阴魂不散啊！不好意思，等我面试完再说。两世为人，今天的钱毅可不是之前了，不会被随意拿捏。8号走进会议室，中间坐着的就是前世将自己化掉的主考官刘光荣了。断送自己前程的也有此人的一份功，不过大家对他的评价还是不错的，最后还积劳成疾，死在了工作岗位上。很难说这样的考官是清官还是贪官。两世为人，钱毅明白了许多道理，万不得已不可将这位当作自己的仇人，不然自己怎么被玩死的都不知道。各位考官上午好，我是8号考生，请坐。恭喜你通过笔试进入面试。今天我们采取面对面的方式问你几个问题，考生如实回答。一切都很顺利，整个过程行云流水，几乎找不出钱毅哪里有毛病。这位考生，请先到另一个房间等待所有考生面试结束才可离场。钱毅，同学，不好意思。没事。钱毅，借我衬衣穿一下。按照规矩，还未面试的人是不能到这个房间来的，否则是要取消面试资格的。但现场的工作人员并未阻止，显然也是知道陈志远的背景，故意开了方便之门。志远，不好意思，刚刚想脱的，但是不小心弄脏了，你看现在怎么办？你是会计系的龙涛是吧？能不能将衬衫借我一下啊？不借。陈志远，干嘛呢？快去面试！真的是烂泥扶不上墙，连一套衣服都借不到，这人缘也是差的没边了。志远，没事，反正你早就说了是来试试水，家里不是给你安排好其他岗位了吗？是的，我就是来增长见识的。钱毅，我们走着瞧。你们可以回家了，3天后公布结果。从人社局出来，陈志远就上了路边的一辆桑塔纳。要知道，在2000年，这样的车可不是随便什么人能坐的。而这辆车里坐的正是江北大学校长陈志远的父亲陈国光。去，我不买保险。老板，我是来租照相机的。租相机？你要相机干嘛？我是江北大学的毕业生，想给同学们拍照留个纪念。
哦，这几天你们大学好几个人来租了，我这个相机很贵，要51天，并且把你的学生证、身份证压这里，还需要交100块的押金。好，师傅，跟着那辆桑塔纳。去哪？就跟着那辆车。跟多远？在摩的师傅废话的时候，桑塔纳已经发动了。不出城，1天60，干不干？这个价格在2000年绝对算不低了，甚至可以说是天价。干了！我操，别靠太近。哦，好的。陈国光先是去了市政府办，又去了宜城大酒店，然后就回江北大学了。大约下午5点的时候，陈国光的桑塔纳缓缓开出了江北大学。师傅，跟上。看着陈国光走进了宜城大酒店，钱毅结完账就让摩的师傅走了。不一会儿，陆陆续续到了不少人，都是政府的官员。来，王局长，我们干一杯。老板，帮我洗照片吧，每一张洗3份。3天后来拿吧。不行，我今晚就要。我很忙，有很多照片要洗。我出双倍价格。好，成交。钱毅兜里一共只有400块钱，这也是他全部的身家了。今天1天就花了这么多，心里也没有丝毫心疼。他知道钱不用出去就是废纸，为了上岸，他不介意使用一些手段。到了晚上12点，钱毅终于拿到了自己的照片。今天1天花了他200块，身上还剩下200，本就不富裕的他顿时雪上加霜。等他走回宿舍，已经快凌晨1点了。敲了半天，门卫大爷骂骂咧咧地走了出来。哎，过点了，不准开门。大爷，不好意思，我最近毕业了，找工作耽误时间。这娃子倒是懂点事儿，下回早点回来。谢谢。钱毅，你昨天面试怎么样了？怎么没见你回来？昨天去做了点兼职。嗨，你还兼啥职啊？不出意外，你以后肯定是当官了，那钱还不是哗哗的来？别他妈扯淡，老子做官也是好官。老钱啊，以后做了大官，别忘了提兄弟一把。以后叫钱老。是，钱老。不跟你们贫了，我去图书馆了。吃完早饭，钱毅到图书馆开始写举报信，举报陈国光公车私用、出入高档酒店吃喝的问题，并且附上照片证明。钱毅准备了2份，一份送到省纪委，一份送到市纪委。至于怎么送，自然是有钱能使磨推贵。2000年还是实行邮差送信，花了20块钱就把事情办妥了。送完之后，钱毅的口袋里还剩下180块钱。事情还没结束，为了省下几毛钱的公交费，钱毅步行5公里回到学校吃了午饭，下午又步行到了宜城大酒店，花了100元开了一间套房。这在2023年相当于1000元的标准。帮我开6607号房间。白天我是勤勤恳恳的小公务员，一心为人民谋福祉，而到了夜晚，我是令恶人胆寒的梦魇，背地里他们都叫我暗夜人头。今天是我重生后的第2天，也是距离我觉醒前的第8天。我用身上仅存的100元开了一间豪华套房，只为接近住在隔壁的市发展计划委员会的副主任曹正华。此人最后官至副部级，妥妥的一个实权人物。钱毅装模作样的一边吃饭一边看报纸，是关于华夏加入 WTO 的经济论坛。这不禁引起了曹正华的注意。小伙子，你也关注这类型的新闻？我是学经济的。你觉得加入 WTO 好还是不好？我觉得利大于弊。有哪些利弊？一说有4。第一，可以进一步扩大出口以及吸引外资。第二，钱毅凭借前世的记忆与理解，侃侃而谈，慷慨激昂地说了很多，提升我国国际地位。不错不错。你是哪个大学的？我是江北大学经济学专业应届毕业生钱毅。江北大学很不错。钱毅，想不想去体制内做事？我参加了选调生考试，要是不出问题的话，应该会进入市政府办。曹正华一听，虽然不是去发展计划委员会，
但只要进入了市政府办，人就跑不掉，以后总有机会挖过来。你说我们加入世贸组织之后，那些国企的工人怎么办？二人又畅谈了许久，最后钱毅在曹正华满意的眼神中缓缓离开。此时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光荣的办公室内，看着已经除去了钱毅姓名的名单，刘光荣若有所思。那个钱毅笔试第一，面试表现也很出色，没想到政审环节却没过去，可惜了。刘部长，我们的名单已经确认好，准备存档了，您还有什么指示吗？你觉得这个陈志远适合被录用吗？这刘部长啥意思？不是你要录用此人的吗？总体来说，还是一位不错的同志。当然，其他同志也是很好的。你认为那个钱毅怎么样？我觉得此人倒是挺合适的。钱毅同志品德高尚，学习成绩好，还是学生会干部，确实非常适合我们的用人标准。尼玛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吧，谁让你是老大呢？将新的名单给王部长看看，没其他意见就可以公布了。好。尼玛，你轻轻松松一句话，我们就要重新调整政审材料了。这个周末算是没了，不用给刘光荣面子了吗？赵虎看不明白，但刘光荣却是明白，陈国光刚刚被举报作风有问题，此人向来爱惜自己的羽毛，说不定等会儿就打电话让他不要录取自己的宝贝儿子。喂，哪位？老刘啊，我是陈国光。老陈啊，有事吗？是这样的，我觉得我儿子比较年轻，我打算让他再历练一下，让他去读个研究生，提升下文化素养。你的意思我明白，组织会慎重考虑的。好，那就不打扰了。这鸟东西倒是谨慎。刘光荣对于这个结果并不意外，现在省里市里都在讨论这件事，而且他的顶头上司就参加了之前的宴请，不过没在相片里面出现。但是他知道拍照的人肯定是有照片的，只是没放出来而已。那些人为了自保，说不定还会给刘光荣施压的。钱毅回到宿舍，正好看到陈志远沮丧的模样。看来跟预想的一样，陈志远被撸了。志远，走，出去打篮球。有点累，我想躺一会，中午帮我带个饭。哼，脸可真大，上一世就经常让我带饭给你。哼，这一世做噩梦。好，我先去图书馆了。钱毅本是考研与选调生两手抓的，上一世选调生落选，他也没了继续读研的动力，一门心思考公。最后虽然考上了，却也只能当个边陲小官，蹉跎一生。而这一世，他什么都不会放弃。有了研究生的身份加持，在仕途上也会顺利很多。该去拜访导师宋世军了。宋世军在不久之后就会成为江北大学的副校长，级别为副厅级，读他的研究生必将有利于前途发展的。钱毅，你选调生面试过了吗？来人正是钱毅上一世的妻子，对他一直不离不弃。现在二人还没有确定关系，只是有那种朦胧的感觉而已。等结果吧。你考教师的结果怎么样了？不出意外的话，应该是要被录取了。等拿到了毕业证、报到证，就可以去上班了。恭喜啊！同喜同喜，走，我们去吃晚饭。好，我请你吧。我们班最抠门的周大官人还知道请客了。爱吃不吃？哎，等等我，我吃。点吧。你疯了吧？我们还是吃青菜吧。看着眼前可爱动人的校花，钱毅内心满是愧疚。上一世自己落魄至极，眼前的挚爱始终不离不弃，这一世绝不会再让家人落泪。阿姨，一碗红烧肉，2根鸡腿。阿姨，太贵了，我们不要了。阿姨，我出钱，贴我的。吃吧。不吃。不吃我就倒掉。别。好吃。小鸡那么可爱，怎么能吃小鸡呢？这顿算你的，下周去我家，我请你吃。下周不行，我要回一趟家，下周吧。另外，你爸妈在家吗？我爸妈上班。怎么，怕我爸妈吃了你啊？如果你爸妈在家，我总不能空手去吧？你这意思，只有我在家的话，你就带着一张嘴去？当然不是，还有1颗心。钱毅，你真恶心，我都起鸡皮疙瘩了。别怪我，那是你吃鸡腿导致的。这小两口真好啊！妹妹被欺负过的都知道，面对欺负自己妹妹的人，恨不得要把对方挫骨扬灰。但是有时候，人们在章法规定面前会无能为力。钱毅，门卫那儿有你电话，说是你家里打来的。好的。喂，小易呀，我是娘。娘。
家里出什么事了吗？娘知道你现在事情多，你爹不让我给你打电话，我是趁他睡着了，偷偷来镇子上给你打电话的。娘，您别着急，慢慢说。是你妹妹，她不知道怎么了，昨天突然就回家了，后天才周末嘛。回来后跟我们说不想念书了，要出去打工，今天学校都没去，问什么也不说。你爹训了他几句，他就把自己关屋子里一整天了，不吃不喝，快急死我了。哎，这丫头平时挺懂事的，这是撞了什么邪了？娘，您先别着急，我明天一早就回去，正好我本打算过几天要回去一趟的。您一会儿回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呢。钱毅家离镇子很远，山路不便，还没有通车，需要步行2个小时才能到。想到母亲一个人在漆黑的山路上行走，钱毅心中充满了担忧。好，你回来妈就有主心骨了，你路上也要注意安全。老板，来3斤猪肉，3斤排骨。得嘞，拢共13块8毛。第二天一早，钱毅跟王强借了50块钱就去车站了，顺便在路上买了点肉。按照以往，他们家里每年只吃4次肉，3个孩子每人过生日各1次，过年1次。等钱毅走到村口，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，在月光下，隐隐看到一个瘦小的身影向这边张望。哥，你可算回来了，想死我了！你这臭小子几个月不见，咋一点没长个儿呢？快把这拿回去，让咱娘给你炖了，好好补补。哦，有肉，哥你太好了！爹娘，哥回来了。好远的正是钱毅的小弟钱涛，今年13岁，在镇上读寄宿小学。今天周五放学之后也回家了。等钱毅走进家门，一家人都在院子里等着。小妹也出来了，站在墙边略显局促。小妹今年17岁，在镇上读高2。儿啊，快进屋！你咋买了这么多肉呢？钱留着当生活费。一旁的父亲在见到儿子回来后，略显驼背的身躯仿佛也挺直了一些，满脸皱纹的脸上此时也乐开了花。娘，这是我用奖学金买的，钱还多呢。放心吧，小妹跟小弟都是在长身体的时候，您二老爷得多吃点，身体才会壮实一些。好，你说的对，娘说不过你。哎呀，你这婆娘，别婆婆妈妈了，还不赶快去给儿子把肉炖了？死老头子，一整天板着个斜拔子脸，儿子回来了，看把你能耐的。小易，你先歇会儿，娘去炖肉。在吃饭之前，先说个好消息，我找到工作了。哦，去哪里上班啊？我考上了市里的选调生，以后就去市政府上班了。哥哥以后就是当官的人了，这次看谁还敢欺负我？哎呀，老钱家祖坟冒青烟了，我们2个帮文忙也能生出个乖小子来。父亲没有说话，拿起酒杯滋溜一下干了。还有个消息，哥，你该不会说前面告诉我们的都是假的吧？闭嘴，听你哥把话说完。我研究生也考过了。哥，你就是我的在世偶像啊！臭小子，会不会说话？好，我老钱家这次可是能抬头换气了。爹，那叫扬眉吐气。研究生跟公务员只能选择一个吧？小孩子才做选择，成年人全都要。这次回去，我会去找我的导师，想办法从他那做突破。读在职研究生，利用周末时间学习，不会耽误的。有了研究生的身份，在官场也能更顺利一些。儿啊，可别把自己累坏了，别太为难自己。放心吧，娘，我会注意的。晚饭过后，一家人又聊了会天，就各自休息了。哥，你以后当了官，是不是就不会经常回来了？怎么了？要是不能经常回来，姐姐跟我就不能经常吃到好吃的了。你小子天天惦记着吃，学习成绩提上去了吗？嘿，哥，你是不知道我们学校的饭菜有多难吃，给猪都不吃的那种。钱毅回来，小弟很兴奋，絮絮叨叨说了很多。说难吃，哥，你说当了官会是什么感觉啊？哥，你说咱村里人要是知道你当了官，会不会天天来咱家啊？哥，睡着了。钱毅没有再接小弟的话，而是陷入了沉默。他在想，上一世小妹学习很好，并没有辍学，但是高考分数只够上大专，最后也没去读，而是去了南方打工，结果被人骗财骗色，后来随便找了个男人嫁了，结果她老公出轨还家暴，最后离了婚，过得很凄惨。难道是自己重生产生了蝴蝶效应，导致小妹辍学？其实上一世钱瑶这时候确实已经有些异常了，只是当时正好钱毅考公失利，家里人的重心全在钱毅身上，忽略了他。钱瑶看到这种情况，就没有说辍学的事儿，而是坚持到了高考，最后却没考上本科，所以干脆就不念了。哥，我想去南方打工，不想读书了。为什么不想读了？你的成绩上本科没有任何问题的。没有为什么，就是不想读了。好吧，我不逼你，但是现在的招工季节已经结束了，先读完这个学期再说吧。行。到了周日下午，
钱毅给了母亲一个安心的眼神，就带着弟弟妹妹一起去了镇子上的学校。钱毅掏出5块钱给了钱涛，拿着，别乱花。好嘞，哥。钱涛接过钱，跑得比兔子还快。臭小子，这个你拿着。我不要。拿着吧，我马上就参加工作了，能挣钱。等钱瑶进入学校，钱毅没有马上离开，而是偷偷跟了进去。这个学校也是他的母校。一直到上晚自习，钱毅也没有发现小妹有任何异常。等第2节晚自习时，钱毅发现之前教过自己的英语老师带着小妹进了办公室，钱毅赶紧跟了上去。等走近一看，顿时气得火冒三丈。老东西，你找死！权力是锈蚀人性的酸，金钱是迷惑众生的铁，欲望是攀登高峰的梯。权力、金钱、欲望，谁又不喜欢呢？白天我是市政府一个不起眼的小文员，而到了夜晚，我则是这座城市里令人闻风丧胆的暗夜屠夫，专门惩治那些逍遥于法律之外的人。我叫钱毅，是一个重生者。那么接下来将是我的主场。我去学校找妹妹，发现英语老师竟对我妹妹动手动脚，还扬言要弄死我。老东西，你找死！钱毅，我没把你妹妹怎么样，就摸屁股，你不能动我。妈的，还有脸说？你再打我，信不信我找人弄死你？哼，原来是个怂逼，2句话就被老子唬住了。你说的对，我把你打死了，我小妹还怎么发泄情绪？小妹，你来砸，狠狠的砸。哥，要不算了，事情弄大了，对你以后不好。傻妹妹，之前是哥没保护好你，从今往后咱们无惧任何人，狠狠的砸，出了事有哥顶着。钱瑶终于按捺不住愤怒，狠狠的砸了过去。感觉好些了吗？好多了。发泄完之后，钱瑶的眼神中重新汇聚了光彩，这才是花季少女该有的朝气。钱毅，你给我等着！哼，你在这小乡镇这么多年都没走出去，想必是没什么关系背景的。而我马上要进市政府，你拿什么跟我斗？英语老师呆住了，穷人的孩子想进单位，就算成绩再好也会很难。没想到钱毅能进政府，刚刚的嚣张气焰顿时萎靡了下去。钱瑶看着眼前的哥哥，似乎感觉哪里不太一样啊。之前只有书生气，现在却多了一份痞气，确切的说是多了一份霸气。有这样的哥哥，钱瑶内心顿时安宁了不少。那个钱毅，我有眼不识泰山，被猪油蒙住了心。这500块钱是我上个月的工资，你看这事儿能不能就这么算了？一家子都还指望我呢。钱毅本打算告发此人猥亵女同学，但是那样的话，钱瑶也难免被他人嚼舌头。等以后自己有权势了，在暗中找他算账不迟。你家里还有老母亲吧？看在老人家的面子上，我们不再追究了。以后再让我知道你猥亵他人，定要你好看。这钱你拿着，平时买点吃的，别老是吃咸菜，偶尔带着弟弟出去吃一顿，周末回家的时候也给家里买点菜啥的。好的，哥。等我工作稳定后，想办法把你转到市里，这样也能受到更好的教育，以后的机会也会多一些。真的吗？谢谢哥。在钱瑶心里，穷苦家庭的孩子想要出人头地，唯有好好读书这一条捷径，自己的哥哥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。要是能接受到更好的教育，他自然是非常乐意的。想要把妹妹转到市里读书，其实还是很困难的。现在没有钱也没有关系。可恶，前世为什么没有多记一些彩票号码呀？唉，那个还是太不切实际了。对了，我可以去看看股市，凭借前世的一些咨询跟自己的专业，想必能有不少收获。此时已经很晚，没有了往市里的班车，钱毅买了一大包零食去了弟弟宿舍，好堵住他室友的嘴。就这样跟弟弟挤了一晚。第二天坐车到了市里，直接去证券公司开了户。此时钱毅身上还有300多块钱，足够买一手啊。作为重生者，明知道有好的股票而买的少了，那种感觉比吃了屎还难受。淑仪，你身上还有钱吗？借我一点，月底还你。你要多少？我还有200的压岁钱。给我150吧，家里出了点事儿。王强，你还有钱吗？再借我点，月底还你。你要多少？现在只有50了。
给我25吧。好，借了兄弟。什么话？有我一条裤子穿，绝对会分你一条腿。钱毅平时的为人大家都知道，最后东拼西凑又借了150块钱。第二天一大早，钱毅就到了证券公司。他记得上一时这时候有个新股开盘，1个月内暴涨10倍。钱毅只留了几块钱的生活费，剩下的全买了股票。接下来就等着月底收钱了。来去拜访导师了。为了省钱，钱毅步行回了学校，在路边买了水果，凭借记忆来到了导师楼下。现在就去吗？这时间还挺赶的。好吧，我现在过去。院长下午好。钱毅，好久不见了，有事吗？打扰了院长，我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你。哎呀，真不巧，我得去送孩子学钢琴，然后得去参加一个会议。没关系，院长，我也没什么事。您要是放心的话，不如我去送吧。也好，谢谢啊。钢琴课在春熙路28号。小溪，我们走吧。好。等上完课，宋世军还没来，于是钱毅便带着小溪去了图书馆，借管理员的小灵通给宋院长发了信息。下午5点多的时候，宋院长来了。钱毅啊，太谢谢你了。您太客气了，院长，我今天刚好没什么事。走，去我家。钱毅啊，今天找我是有什么事吗？是这样的，我研究生初试过了，也通过了选调生面试，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，所以想向您请教一下。我听说了，前阵子市委组织部还来学校政审了。以你的为人，选调生问题不大，不过要是失去了研究生的身份，也确实可惜。这就是我犹豫的地方。我家里也希望我走选调生，但是我也不想放弃研究经济。现在咱们华夏经济改革到了关键时刻，要是有理论的指导，进了体制内也能很好的开展工作。这样吧，你跟我读研，我将你全日制研究生改成在职研究生，这样就不用纠结了。只是这样会很辛苦。院长，还有这种办法吗？原则上是不可以的，但你是个人才，是华夏的后备干部，帮你就是帮华夏，也算是名正言顺。那可太好了，我也一直在关注您的研究领域，我觉得非常契合我们的现状。哦，你了解我哪方面的研究？钱毅跟宋院长聊了很久，最后在对方满意的眼神中离开。宋世军是很重要的一个人物，不久之后会成为经济学院正院长，然后没多久就去了机关任职，由学转仕，未来成就很高，得到他的认可，算是傍上了一根大腿。3天之后，人社局公布了结果，毫无意外，钱毅榜上有名。这次还有其他几名同学也通过了，7月份才正式去报到，要尽量争取机会在他们之中突出自己。现在也没什么事，不如明天就去报到，也好能提前去谋划准备。各单位注意，嫌疑人劫持了1名人质，不要轻举妄动，务必保证人质安全。我叫钱毅，白天是官场小职员，争权夺利，步步高升；夜晚化身正义使者，专门收割那些逍遥于法律之外的人。你是谁？不要过来！再动我就弄死他！里面，快！今天是第1次行动，有点紧张，不小心把人弄死，这下有些麻烦了。站住！举起手来！你们傻愣着干嘛？人呢？飞走了！少扯淡，干正事儿了。对，队长，真的飞走了。准确的说是爬上去了，蹭蹭几下就上去了。最新消息，我市出现一名神秘黑袍人，帮助警方抓住了在逃家人犯，却将嫌犯杀害，此人极其危险，现呼吁广大群众，如发现此人行踪，请及时报警。说说吧，今晚出现的黑袍人，大家都有什么发现？王刚，你来说一下。据调查，这个被害人叫王大雷，是盛兰小区楼盘的一个包工头。被劫持的那个少女是本市首富张前明的独女。由此看来，这很可能是一起绑架勒索事件。可是那个黑袍人是谁？为什么要杀王大雷呢？很可能是张前明给他女儿请的保镖。那他为什么要逃呢？或者说飞走呢？也有可能是为了杀人灭口，掩盖什么事情。小李，没有定论的事情，不要胡乱猜测，避免不必要的纷争。那队长，现在我们该怎么做？张前明的女儿受到了惊吓，还在医院，有几名同志在保护着。孙毅，你去医院，等他醒来，你们跟他谈谈，看看有什么线索。是，队长。王刚，你跟李琦去一趟工地，去了解一下这个王大雷。张璐，你跟我去找一下张前明，看看他有什么想说的。好的，这个张大首富现在会不会在医院？我们先去医院，都在的话，正好省事儿了。当欧阳锋一行赶到医院的时候，张前明正好也到了。
欧阳队长，多亏你们及时赶到，救了我女儿。张千明，江北市首富，全国资产排名第8，为人和善，还经常捐款，全国人大代表，在华夏有着张大善人的称呼。张总，另案没事就行，正好我们有事需要跟您谈谈。哦，好的，等我闺女苏醒后看看情况，去我家谈。好的，孙院长，我闺女怎么样了？张总，恋爱只是受到了些惊吓以及风寒，没什么事的，您放心吧，有我呢。片刻之后，张婷婷悠悠醒来。爸爸，宝贝闺女，爸爸在这儿，爸爸在这儿。我以为再也见不到您了。醒了就好，醒了就好啊！一众医生忙前忙后，又是各种检查之后，一行人便到了张千明家。张总，劫持您女儿的是您工程项目的一个包工头。根据我们的调查，此人曾多次到您集团所要拖欠的工资未果，此事是否属实呢？欧阳队长，我也是刚刚才知道，这个人的确是我项目上的，但只是一个3级分包商手下的一个包工头，我们都不认识的。而且公司没有拖欠工资这个说法，每次都会按照合同付款给下游公司。我已经安排人去核实了，欧阳队长放心，我一定会全力配合的。张总，今天出现那个黑袍人是您闺女的保镖吗？断然不是的，我请的保镖虽然都是好手，但肯定没有今天那人的身手的。这个黑袍人很有可能是杀害王大雷的凶手，我们暂时不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，而且恕我直言，我们也有理由怀疑此事可能跟你有关。这个我理解，王大雷绑架了我女儿，却被人杀了，是个人都有理由怀疑是我派人做的。但是这人真的跟我没关系，今天之前我都不知道还有这号人。此时的钱毅正躲在卫生间里呕吐不止。自重生以来，他身上似乎发生了一些神奇的变化，全身机能有了前所未有的增强，脑力、体力都远超常人。这也给了他空前的自信，相信凭借前世的知识储备以及自身的体能，定能活出不一样的人生。今天听说有人被劫持，于是想效仿蝙蝠侠惩恶扬善，来了个从天而降。没想到劫匪直接被吓破了胆，仓皇逃窜。慌不择路，太阳穴磕在了石头上，当场毙命。虽然并非亲手杀人，但钱毅此时内心非常惶恐，这似乎跟自己预想的不一样。道德与良善驱使他去自首。我这是成杀人犯了吗？要不去跟警察说清楚。人又不是你杀的，你自首个毛线？谁在说话？你其实并不想去自首，只是在为自己可怜的良知找借口罢了。出来！这个世界本身就是灰色的，没有所谓的黑白分明，何必给自己找不自在呢？你到底是谁？别藏头露尾。我就是你啊！重生而来，你不会就这么简简单单的以为只是生命得到了延续吧？这一世就让我们尽情的绽放吧！你给我滚出来，滚出我的脑袋！